第14章息掌。听着在心中响起的声音，萧炎双眼轻微的眨了眨，不着痕迹的点点下巴，并没有立即拿起那块黑色铁片。萧炎轻抛了抛手中沾有血丝的绿色魔晶，冲着摊贩后的那一位看上去有些贼眉鼠眼的佣兵男子笑道：“这是哪种魔兽的魔晶？”“嘿嘿，少爷好眼力，这是一阶魔兽吞木狐的魔晶，在一阶魔晶中，这可算是极品了。为了获得这枚魔晶，我们尖牙佣兵团可足足守了3天，杀了5只吞木狐，才得到这么一枚。”见到萧炎衣着不凡，那名佣兵男子赶忙殷切地介绍道：“如果少爷看上了的话，只需要500金币就好。嘿嘿，为了猎杀吞木狐，我们还有几个兄弟受了不轻的伤。”萧炎手指查了查魔晶上的血丝，果然发现血丝还未完全凝固，微微点了点头，瞟了一眼对方胸口上的2枚金星，随意的道：“贵了，一般1级魔晶的价格只在400到450左右。而且吞木狐虽然也是魔兽，不过攻击力却不太高，你的那些队员不会连斗者级别都没达到吧？”嘴角抽了抽，佣兵男子干笑了2声，显然没想到面前这少年竟然对市价和魔兽如此了解，当下只得讪笑道：“470吧，不能再少了，毕竟我们兄弟也得生活不是。”哎，在佣兵男子忐忑的目光中叹了一口气，萧炎弯下身子，在摊铺上一阵乱抓，刚好那古怪的铁片也在其中，扬了扬手中的一把东西：“470，一起吧。”眼睛在萧炎手中的物品上刁钻的一过，佣兵男子悄悄地松了一口气，还好都是便宜东西。成，爽快地丢出一小袋金币，萧炎二话不说，拿起东西转身就走。“嘿，小炎子，不错嘛，买个东西还这么小心翼翼。”转身的刹那，药老在心中戏谑地笑着。这些家伙都是奸商，只要一看见你对什么东西表现了喜欢的举动，那就拍了马的加价。我可不想当冤大头，在心中平淡地回了一句。萧炎也不再管戒指中古怪的老头，陪着轩儿悠闲地逛出方室，然后慢慢地回到了家族之中。与轩儿在家族中分开了手，萧炎心急火燎地窜回了自己的屋子，然后谨慎地关好门窗。回过头望着那不知何时出来的药老，萧炎从怀中掏出所购买的药物与魔晶，有些急切地道：“东西都搞到了，还要怎么弄？”药老嘿嘿一笑，目光随意地扫了扫桌上的材料，忽然道：“你不看看那黑铁片吗？”萧炎一愣，旋即又赶忙掏出那枚黑铁片，上上下下仔细地看了一遍，皱眉道：“这东西干什么的？”药老顺手接过铁片，笑道：“这里面似乎存了一种斗技，不过制造铁片的人或许也是一位炼药师，所以这铁片只有灵魂感知力过人的人才能感应到。”斗技。闻言，萧炎眼睛一亮，急忙问道：“什么级别的？”斗技在斗气大陆之上，其重视程度丝毫不比斗气功法小。一门高深的斗技能够让人在战斗之时发挥出远超自身的强横力量。斗技和功法一般，也分天地玄黄4阶，流传在大陆公众阶层的斗技顶多只是黄阶高级左右，一些高等级的斗技只能去一些学院或者宗派才有可能获得。当然，斗气大陆辽阔之极，总有一些前人的斗技因为种种缘故失传遗落，最后被某幸运人所得，而现在萧炎所得到的黑铁片，或许便是一位前人所遗留而下的吧。药老翻了翻铁片，片刻后方才笑道：“息掌，玄阶低级。”玄阶低级？小脸微喜，萧炎没想到这随意买来的破烂货竟然还隐藏了一个玄阶的斗技。要知道自己家族中最高深的斗技也不过才是玄阶中级，而且那还只有族长以及几位长老有资格学习。息掌，炼制大成，可惜千金巨石，若是遇敌狂猛犀利，能将人体血液强行扯出，将血液扯出体内。脸庞一惊，萧炎咽了口唾沫，有些惊异的道：“这太牛了吧！血液若是离了体，谁还能活下来？这东西当然只能对付等级比你低或者相同的对手，若是遇到比你还强的，人家直接借力近身，倒霉的还是你。”药老将铁片随意的丢了过来，淡淡的道：“看来他对这斗技的评价并不高。药老是大人物，
自然眼界高，可在萧炎眼中，这可是高级斗技啊！当下乐不可支地拿起黑铁片，笑道：“不管怎么样，这息掌总比家族中那些普通斗技要好许多，以后就学他了。吃，就你那3段斗之气，能吸起一根树枝就很了不起了，还想吸人血？”摇了摇头，药老撇嘴道。翻了翻白眼，萧炎也懒得理会这古怪的老头，自己抱着铁片嘿嘿发笑。瞧你那模样，一个玄阶低级的斗技就把你迷成这样，真是丢人。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药老抓起桌上的魔晶，对着萧炎吩咐道：“去弄一大盆水来。”瞧着药老似乎是要开工了，萧炎赶紧收好黑铁片，屁颠屁颠地去准备了。安静的房间之中，药老左手拿起紫叶兰草，眼睛微微眯起，片刻之后轻轻地吐了一口气，左掌之上有些显白的火焰忽然猛地腾了出来。火焰刚刚出现，房间之中温度便是上升了许多。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那团白色火焰，萧炎心头有些震撼。虽然他并清楚炼药师的炼药流程，可这斗气外放化成实质，就算是自己的父亲，那也不可能办到。脸色淡然，药老手中的白色火焰略微扑腾，将那株紫叶兰草吞噬其中。火焰在翻腾，紫叶兰草几乎是在瞬间便是被烧成了一小团绿色的液体。右手再次抓起一株紫叶兰草，直接丢进白色火焰之中。将3株紫叶兰草全部丢进之后，那团绿色液体明显变得大了许多。绿色液体在火焰之中不断蠕动，炽热的温度一刻不停地煅烧着其中的杂质。随着火焰的煅烧，绿色液体越来小，片刻后竟然便只剩下了拇指大小左右。接下来药老又将2株洗骨花投进了火焰之中，将它们在煅烧之后融进了绿色液体之中。再接下来便是炼化魔晶。3个步骤足足持续了1个小时左右，而药老的脸色却依旧精神抖擞，没有半点疲累之感。1个小时之后，坚硬的魔晶已经被煅烧成了一团淡绿液体，魔晶中所蕴含的狂暴能量也被药老以神奇的药性配合洗刷而去。手掌中白色火焰逐渐消退，最后完全的消失。望着药老手心处悬浮的一滴宛如翡翠般颜色的液体，萧炎搓了搓手，过人的灵魂感知力让得他清楚地感应到这液体拥有多么充沛的能量。老师就这么服下他吗？萧炎眨了眨眼，有些迫不及待。想死就直接服下吧，凭你那副脉络，马上就得变成真正的废物。白了萧炎一眼，药老屈指轻弹，翡翠液体落进了房中的那盆清水之中，顿时一盆清澈的水便是化成了青色。以后就在这里面修炼，以你的修炼天赋，1年之内达到7段，不是什么难事。药老拍了拍手，微笑道。萧炎满心欢喜，急忙点头。哦，差点忘记了，这种药水只能持续2个月，也就是说，你每隔2个月就还要去购买一次今天的这些东西。药老笑盈盈的道。小脸一僵，萧炎有点哭丧的点了点头。奶奶的，这东西果然只有有钱人才用得起。